欢迎回到这一次的神经网络的教学当中来。这一次呢，我们会要继续讲到如何建立神经网络的结构，或者是说添加它的神经网络层，然后运算它的一个跟真实值的对比或者差距，然后再怎么样的提升它的预测值。我们上节课呢讲到了，像这边我们上节课呢讲到了定义它怎么样加入一个神经层。然后我们需要有它的 input， 就是它的输入值，还有它的输入的一个多少个单位，或者然后输出的多少个单位，然后它的一个激励函数是什么东西。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接着下面继续讲，继续说。我们首先import numpy， 我们今天会要用的 numpy adds np， 今天会用的 numpy。然后呢，我们先自己建造一个。x 的 data 等于 numpy dot line space 负1到1这个区间，然后有300个单位。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先要我们再继续加它的一个维度 new axis， 加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呢，我这个 x data 呢，它是有300行，然后一个特性，但它有300个例子，也就是这么说。然后呢，它的 y 的话呢是基于 x 的 y data 等于numpy dot square。我们用一个 nonlinear function， 它的一个二次方 x data 的二次方呢，然后减个 0.5 好了。在中间呢，我们会要加一个 noise， 就是噪点，就是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它的1元2次函数的那条曲线走，我是呢还要说不定它会在那个函数线的两边这样子有很多个数据点，它还不是完全的那条线。那我们加 noise 就把它变得更像一个真实数据。用 normal distribution 建立一个 noise。然后0点，它的 mean 是 0.05， 0.05，然后它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就它的方差 0.05， 然后它的格式是 x data dot shape， 跟 x data 一样的格式。然后这后面呢 y 的后面呢，我们加上这个 noise。好，定义好我们的数据形式了，所有数据都在这边 y data 和 x data。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想我们怎么样去建造第一层 layer 了。那我们先想一下，我们想建立一个一个 input layer， 就是输入层，然后呢，在一个隐藏层，然后呢，在一个输出层。那我们隐藏层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神经网络3层神经。那隐藏层呢，我们大概就给10个神经元就好了。然后输入层呢，它是定死的，它是有规定的，它就是你输入多少个 data 呢，它就是输入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那这边呢，我们的 data 呢，它 x data 呢，它只有一个元素。一个属性可以这样说，它只有一个属性了，那我们就规定它是只有一个神经元。那隐藏层我可以自己假设它有10个神经元，然后输出层呢，它跟 x data 是一样的 y data 它也只有一个属性，那我们输出层它也只有一个神经元，那这就是一个输入层一个，隐藏层有10个，然后输出层有一个的神经网络。那我们开始定义它的一个隐藏层，layer 1隐藏层 add layer 是呢我们之前定义好的这一个方程函数，然后它需要有一个input 是什么呢？ input 就是它的输入的东西，我们就是 x data， 就是它输入的 x data 这一个数据，然后 input size。那就是 x data 的 size 就是1，输入一个参数，然后 output size， 那我们说隐藏层有10个神经元，那我们输出10个 size， 然后 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呢，我们用一个 nonlinear function， 那个TensorFlow 里面
它自己有的 nonlinear function， 那就是 TensorFlow .nn.， 这就是它的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你也可以根据我上次在视频当中提到的 TensorFlow 有很多种不同的 activation function， 你可以选一个进行你的尝试。那我们我觉得用这个是通常人们都会选择的，那个 activation function 激励方程。然后呢，我们再定义它的一个 prediction， 也就是它的那个输出层 at layer。然后，那输出层所要接受到的 data 呢，就是 L1。你看，我们定义好了 at layer， 那 at layer 输出的是 output， 也就是它这一层的一个输出值。那这个 at layer 它的输出值是 L1， 然后我们把 L1 放在它的 prediction 的 input， 然后再是它的 input size 呢，也就是它的隐藏层的 size。然后它的 output size 呢，就是它的 y data 的 size， 就是1。然后 activation function 等于 none。我们假定它没有任何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它就是线性函数 linear function，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你看，我们这边也是以前定义过的，如果 activation function 等于none 的时候呢，它就是直接输出它所算出来的这个值，它不会经过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那好，我们已经定义好了这2层的神经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预测。预测之前呢，我们要算一下它的一个 loss， 就是说它的一个就是这个 prediction 的这个值呢，跟它的真实值这个 y data 的值的一个差别。那我们会要用到TF square， 它的一个它的 y data 减掉 prediction， 减掉它的一个平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实际上算出来的是对于每一个粒子它的平方。然后呢，我们要对于每个粒子求和，就是算出它的所有粒子。那在TensorFlow 里面的求和呢叫 reduce sum， 然后它的 reduce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 reduction indexes。放下面一行好的 ，indexes 等于1。那 reduce sum 以后呢，就是它对每一个粒子进行求和，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叫 reduce mean， 对它求和的所有数呢求一个平均值，那就是它平均的一个误差是多少。然后呢，我们再进行 training。这就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一步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练习，我们怎么样去对于这一个对它这个误差有所提升，我们要从误差里面怎么样学习它，那就是training step 等于呢 TF dot train dot， 我们要选择一个 optimization function， optimizer 就是说。最常用的呢，或者最基础呢，是一个 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然后 optimizer 呢，你需要给它一个 learning rate。什么是 learning rate 呢？就是它的一个学习的效率是多高。在这边我们先假设是 0.1。通常呢，这个学习的效率呢是要小于1的，所以呢，任何小于1的数你都可以开始尝试。然后呢，这个 optimizer 呢是要做什么呢？它是要做的是 dot minimize， 减小它的这一个误差，这就是 minimize loss。也就是每一个练习的步骤呢，我们都通过这一个优化器。以学习的进度 0.1 的这个效率呢，对它的误差进行更正，或者是对它的误差进行一个提升，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那好，这就是 train step。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对每一个对它的所有的 variable 所有的变量进行一个初始 initialize，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呢，你是无法完成下面的运算。variables 初始所有的变量，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义 session tf dot， 这个 session 呢要大写哦。然后 session dot run，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session dot run 呢？就是我们定义的上面所有东西呢都没有运算，都没有进行运算，直到你运行 session dot run， 然后指定你要运算什么，它才开始运算。那这边呢，我们先要运算，我们先要执行这个 initial 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会有学习，比如说我想学习个1000步 range 1000，重复1000次，然后我要 session dot run 什么呢？肯定就是 run 这个 train step， 因为我要从中学习到东西。然后 train step 这边呢，它整个 train step 呢，它是有关于我们好像忘记定义了一个东西，就是 ys 和 xx， 我们所要输给那个 train step 所要输的值是什么？那这里就是 tf dot placeholder先 hold 住这个值，之后呢，我们在 session 到 run 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叫什么feed， 之前我们的教程当中也讲到了 feed 这个东西怎么用。feed dictionary， 如果你忘了怎么用的话，或者想继续了解的话，希望你可以回到之前的教程当中观看一下。那 feed 呢，我们就要 feed xx 的这个值。placeholder 先定义好 placeholder 等于它的一个结构是 none， 然后是 x data 的一个值，因为 x data 的属性只有1，那我们就填1。y 呢 ，y 也是一样 ，tf dot placeholder none 1，它输出的属性也只有1，所以它的 ys 也等于1。那这边 none 呢，就是说你假设你无论给多少个 sample 或者多少个例子都 OK， 那我们就用 none 来表示。然后呢，这边的 L1 呢，就是说我们就会要用到 placeholder 里面传进来的值，那我就是 xx。然后呢，这个 prediction 呢，我们就是用 ys， 就是用这个 placeholder 传进来的值减掉 prediction。那 xx 就等于 x data， 我们要传进去 x data， 然后 yx 呢，我们就等于y data， 我们要传进去 y data。用这种形式有什么个好处呢？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的话是另外一种基于 gradient descent 的方法。如果你用那种方法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在赋予这个 xx， 它不是全部的 x data， 它可能是一部分的 x data。用这个小步骤的训练呢，可能会更有效的提升你的这个 training 的效率。那在这个练习当中呢，我们就先假设我用全部的data， 我们全部的数据来进行提升运算。那我们run 了这个 session 到 run 了以后呢，我们想看一下它的结果，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可以输出它的这个 loss， 输出它的这个误差。如果它的误差是不断减小的话呢，那我们就断定它有在提升。那我们就 print session dot run 它的误差 loss， 然后它这个 loss 呢也是要通过这边的两个 placeholder 进行运算的。那我们就是 feed， 我们只要通过 placeholder 进行运算的东西，我们都要 feed 它的一个
所定义的它相关的运算的参数 x delta ys y delta。 OK，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一下，看有没有出错。哦，这边是一个大括号没有括回来。OK， 哦，它报了一个错误，然后我们看看是什么错误。我们好像没有定义这个 D type， 这个 D type 呢是在这边 placeholder 这边。对，我们可能一定要需要，它可能没有默认值，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定义一下的一个 D type float 32的形式，它所有数据以 float 32的形式 tf dot float 32，然后我们再运行呢。Prediction is not defined。哦，我可能打错了这个东西。再看看，哎呀，好多错误呀。Predict， 哦，还是打错了。Prediction， 应该没错了吧 ？Oh my God！Give us update。Keyword reduction。哦，这边有打错 reduc。我发现我有很多错误都是在拼写上面。应该没错了哈。Oh my God! Y data, Y data, Y data。如果之后如果你用到的是 PyCharm 的话呢，它就会给你一个及时报错的功能。我们是除以50等于每50步报一个 print 一下它的一个 lost， 那这样会好一点。OK， 你看第一次我们的这个误差呢是 0.353， 第二次呢是 0.0147， 第三次呢我们就慢慢的减小，一直减小到后面可能减小到不能再减小了。那也就是说呢，它的误差在减小，那这也是在说明它有在提升它的预测的准确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神经网络的编译和怎么样定义这个神经层啊，怎么样定义它的一个预测和这个真实值的差别啊，怎么去训练它的一个基础的教程那谢谢大家观看这一次教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在下面进行留言。如果你想继续了解有关于 Python 学习或者是 TensorFlow 的学习呢，或其他的关于 Python 的其他的学习呢，都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然后最后面一点呢，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会在下面的评论当中给出大家关于这一次练习或者之后或者之前的一些练习的一些这种代码。如果你想直接 download 这个代码呢，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基于 download 代码练习是最好不过的咯。谢谢大家。